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前阵子啊，我们开箱了 Steam Deck，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Steam Deck 应该已经在台湾开卖。那我自己又买了第二台。这次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一般的使用者可能会想要知道的 Steam Deck 和一些改机跟优化，还有它的周边资讯。那之前呢，在开箱影片中，我本来打算把我这一台升级到2TB。我当时的打算是想说，我之前在周哥上买一个比较便宜的2TB 的2242的 SSD， 然后直接把它横移到 Steam Deck。好，因为2242虽然尺寸不合，但是它价格差很多啊。好，因为当时啊2230非常非常贵。结果我拆开装上去之后啊，2242长度太长，那个问题是还好，我用粘的方式去固定。但是更麻烦的是啊 ，Steam Deck 它只支援了 NVMe 的 SSD， 就装不起来。我原本的想法是说，因为它的规格上面并没有写说 for NVMe only 嘛，我本来想说，既然连那么鸟的 eNNC 都可以装了，摁沙塔比较快多，应该也可以吧？结果我想错了。目前以现在的价位来讲，你如果要升级的话，那你就买1TB 的 SSD 就好了。价差你就去买1TB 的 SanDisk 记忆卡，现在才3000多块而已，拿来装游戏，然后 SSD 来切 Windows。这样装起来比较好用，而且玩游戏也很香。废话讲那么多啊，现在我们直接开始做升级环节。好，现在为大家简单讲一下，这台要怎么拆机。首先呢，你要准备一支螺丝起子，电动的、手动都可以。那另外就是拆机工具，这一包大概50块，用指甲扣也可以啊，只是很累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拆机。那拆机的时候呢，因为它这里有突出摇杆。倒放的时候它会不稳，那我个人会建议说，大家把这个它给的原厂壳来拿来用，就把它这样子垫在下面，然后翻转过来，这样放着，这样就好了。那拆机的时候记得，如果你有放记忆卡的话，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记忆卡拿出来，不然记忆卡一定会坏掉。好，这样放着。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拆螺丝。那4周它的螺丝长短是不一样的，4周是比较长，这种比较长，建议大家把它分开放好。这台拆机呢，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难度。那接下来呢，就从背面，或这里都可以，直接伸指甲进去框它，然后再搭配一些拆机工具，会事半功倍。这就先开了。那接下来是拆螺丝，3个地方有螺丝。第一个在这里，第二个在这里，第3个是贴纸下面。我们先把贴纸移除，那就可以继续拆。小心的就是说，它的螺丝的粗细跟长短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要记得把它收好、分类好，不然等一下装不回去就糗了。可以换的只有这个 SSD， 因为这个长度呢，它其实可以装2242，也可以装2230。那原厂是用2230的 SSD， 那正常来说，原厂是不建议你自己换。如果你要换呢，它也不会阻止你，你也不会因为换 SSD 而破保。除非是你没装好、烧掉之类的。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你要拆电池之前呢，这边一定要先断电。那它这个很好心，有没有看到？它这个拉了，然后你就往后拉，这样子再推一下。这个电源拔掉之后呢，那记得再转过来这边按一下，确定它放电放完了。好，由于那个 SSD 叠价，本来2242还比较便宜，现在已经没有价差了，所以呢要买大家都去买2230就好。然后另外就是说，2230的 SSD 非常非常贵，我本来要买2T 的，价格会超过8000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外面这个是散热片，
跟绝缘，这个要先把它拉出来。接着我们就准备换我们的 SSD， 从虾皮买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先把这个套回去。它这个其实是可以撕开啊，如果你套不回去的，你把它撕开来，然后包回去就好了。它本身有散热跟绝缘防静电的功能。好，那这边呢，它也有防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不小心插错或怎么样。好，就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把 SSD 的螺丝把它锁回去。那接着呢，记得再把这个电源插回去。那插回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顶部的电源，它会闪一下，啊，就代表已经通电了。那接着把盖子锁回去。好，检查一下。哦，好，那这样子 SSD 就换完了。如果你要搞 Steam Deck 的双系统呢，一开始啊，我个人建议你要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你在接下来安装就会交事半功倍。第一个啊，就是一个 hub， 然后有个键盘跟滑鼠因为你会打到一些指令另外呢，那个还要再准备2到3支的随身碟，最起码要有1支是高速的，只是说你可能要反复的去做存储，然后再写入重来。那另外1支呢是准备做 WinPE 的开机点，这个不用高速的随身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装作业系统那1支呢，建议用高速随身碟会比较好，然后也不会装一装突然间给你失败。另外呢，你要去 Steam Deck 的官网下载 SteamOS 的最新版 ISO， 还有去微软那边下载 Windows 11的官方 ISO， 还有制作开机时区的 Windows PE 的 ISO， 这几个开机点都可以使用 Rufus 来进行制作。那详细的连结呢，我都会放在说明栏下方，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安装即可。那接下来准备安装作业系统。那安装作业系统的话，个人建议大家准备这种 Hub， 可以外接键盘滑鼠。因为等一下打字都会用到，然后还要准备1支高速的随身碟，最起码不能太慢。然后由 Steam 的官网那边下载它的 ISO 档，然后直接用 Rufus 还原回去，然后一样放着，这样子，然后准备安装系统。好，装完之后呢，按下音量下，再加电源键。那记得把我们的开机的 USB 先插到 Hub 上，好，然后选择我们已经做好的 SteamOS 的开机的随身碟。开机完毕之后，我们就选择这个 Reimages in Deck， 然后进行，它会把原本西草里面的资料全部都砍掉。好，完成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按这个进行呢，它就重开机。我们现在先不要重开机，我们先 cancel， 然后来这里选择 System 里面有一个 KD 的 Partition Manager， 好，这里就我们所有词区。那这个最大的呢，就是我们放游戏的地方。好，那我们不需要这么大，因为我打算做一个双系统，所以呢，我这边给它 resize， 那这里好，就留个。这样子165GB 给它就好了。OK， 好，那这里就空出来，这样子 OK 之后，看一下，我们就给它 Apply。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呢接近有800GB。那接下来啊，这个800GB 我们就准备来灌 Windows， 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关机。然后再换另外1支我们自己制作的 Windows 的开机点。那这个 Windows PE 呢，我会把它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去抓一下，就是用 US-BUS 7.0去做一个词区重新格式化的动作。那这边的画面呢，它就会是直的，这就没办法了，然后也调不横。那接下来我们来分割一下。先把 Windows 要用的词区把它分割出来。那工具很多，我们去选择它上面这个 Disk Genius， 这边可以看出我们刚刚分出来的一个空白的词区，接近800GB。好，那这边大家是新增一个分割，好，那看要做多大。原则上 Windows 的话，我觉得大概切个120就了不起了吧。然后建议啊，一定要做一个外接式的键盘，不然的话你用起来会很痛苦。
那接下来这个是低潮，那我们这边就一样是有个低潮，然后就套阳边根，没有把它割刷掉。好，那这边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Windows 安装的开机片，好，准备拿来安装 Windows。那接下来一样按键，加电源。好，然后就一样是选择我们这个外接式的随身碟。那这边就开始安装 Windows。这个时候，这个画面依然是直的，而且我们就跟平常时安装 Windows 一样，就直接立刻安装。到这边就要准备安装 Windows 了，这边就不要选错时区哦。这里有一个我们刚刚自己分割的120GB 的空间，好，然后再按下一步。装完之后好不好？顺便把接下来重新开机。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我们的 Windows， 那下面是 SteamOS， 我们先选 Windows 先开机。那我们这边就看它从哪个去还原，就不要，我们全部设一个新的，这边都不管它。终于安装完毕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萤幕转横。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词区，本机，哦，这边就有西潮100多 G， 这个就准备装游戏的。这两个呢是 Steam Deck 的词区，个人建议啊，好，可以来这里有一个磁碟管理。那磁碟管理这边呢，就是这个 D 跟 E 槽。代号去掉，让它不要显示在这里，显示出来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原本的 F 槽，你就把它改成 D 槽。好 ，OK。那接着呢，就开始灌 Steam Deck 的驱动程式，可以去 Steam Deck 的官网下载。不安装的话，它的那个驱动也是很多不正常。那之前很多人问阿达，就是说 Steam Deck 好好的跑 Steam OS 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给它装 Windows 啊？装 Windows 其实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说啊，它可以跑 Steam OS 不支援的游戏。那像有一些游戏呢，就是死活真的是跑不动，或者说有一些就是点进去，像 Apex。或者说有一些检查的 CSGO 这种就是会卡在检查机制那种东西，那你就装 Windows 才会正常。你也可以去下载 Xbox Game Pass 的游戏，装起来也比较简单。哦 ，Epic 平台那些是可以透过 Linux 的市集里面去下载启动器，但是老实说，我是觉得在 Windows 跑一跑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实测啊，你进入 Windows 系统之后，游戏跟软体它其实也是可以装到机卡，因为对它来说它也是个低潮或E槽。但是呢 ，Windows 底下它不能去读取 Steam Deck 它所 format 出来的 Linux 时区，哦，像我这里面放了一个 1TB 的机卡，那我就去买一套叫 Paragon 的那个付费软体，它就可以去读写 Linux 时区，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在 Windows 里面，我也是可以读取 Steam OS 所 format 出来的一个时区，还有里面的档案，我也可以直接把软体直接灌在里面。不过那个软体啊，一套要600块，但是比较酷一点的是啊，它一次只能装一台电脑。所以是说你跟我一样那么闲啊，不然我也不建议你去买这个软体。你要用的话，就把机卡分开就好了。另外呢，你如果装 Windows 之后，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拿来当小电脑用，不管是执行 Windows 看 Disney Plus 啊、YouTube 那些，其实都很正常。所以我是觉得说，灌双系统有双系统的好处啊。至于要不要这样做啊，就看你自己的个人需求。另外呢，如果你要将 Windows 系统装在 SteamOS 上去玩电动化，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它的摇杆会不太正常，所以你要另外去装一个软体，叫做 SWICD Driver。其实还有另外一套，那大家可以去选择说哪一套自己用起来比较正常。目前这一套呢，它是连触控板都正常，但是在玩模拟器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所以就看你个人的选择。装了之后呢，你玩 Xbox Game Pass 或者在 Windows 下跑 Steam 的游戏，摇杆都会正常。
阿达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如果 Steam Deck 你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或没打算改机的话，其实你买64GB 也够了。但是有网友说啊，因为它的缓存会存在它的里面，你游戏装多它就会爆掉。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法的。阿达会把解决的教学影片放在说明栏里面，大家直接看那个影片去清缓存就好了，那个问题不大。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这样折腾的话，我个人觉得买64GB 搭机卡其实也很好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 Steam Deck 的分区那边看看。这干净的系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始设定。好，接着在这边呢就输入我们的 Steam 账号。接下来是开机的简单教学。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空间。储存空间，大家看一下，西槽里面就是有一个160GB，那我们如果把机卡放进去，那我看一下机卡能不能读到，好，有了，里面的游戏就出来了，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Steam Deck 跟 Windows 的双系统的安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去装一些开机引导，好，让它在开机的时候就不用再按下加电源键，开机之后选单来进行切换。刚刚看完了装 SSD 跟 Windows 安装之后呢，那接下来来分享一下系统的切换。Steam Deck 呢，它现在目前它官方的 Windows 跟 Steam OS 的双切，它还没做好。以一般状态下来讲，如果你要切换作业系统的时候，你必须按音量键，然后再加电源键去开机，之后再去切界面。如果你跟我一样懒的话，我个人会建议你去装一个叫 Refine 的一个东西，装完之后就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直接有图形界面可以切换。那它的安装呢，老实讲并没有很简单，但是你说难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难。阿达会把别人做的教学影片放在下方的说明栏。大家只要按照他的那个方式进入桌面模式，输入指令，一定能成功。那因为我已经做完了，我没办法再重现，所以大家直接看他的影片就好了。不过呢，装 Refine 双开之后呢，我看网络上有些人回馈说，不管是 Windows 或 Steam OS 它只要有系统更新之后，就会失效。但是呢，我自己实测并没有发生这个状况，只是说有的时候更新之后你如果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摇杆会失效，但是呢，触控屏是正常。所以你只要重新开机之后再进去系统就会正常，起码目前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麻烦的话，这个双开真的也只有炫酷而已如果你不是经常在切换系统的话，用音量键加电源键其实就很方便了。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 Steam Deck 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大家要知道Steam OS 它有一个硬体的 FSR 功能，其实它这个功能是必须要游戏支援的。像有一些游戏呢，它有支援 FSR 的话，它就直接会启动。但有的游戏呢比较旧一点，或它本来就没有支援，你死活都开不了怎么办？其实呢也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把它硬开启。那我们首先呢，先找一套旧游戏来试试看。像这套《古墓奇兵》。就是之前那个重启的那一版，这一套呢是不支援那个 FSR 的。那大家可以看这边 FSR 的选项，怎样都是关的。我进入游戏了，然后 FSR 是关闭的。那虽然说我已经在这里，已经开启了 FSR 的滤镜，然后也有调锐利度，但是它就是关起来。要启动呢，原则上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你把游戏的解析度调低。好，那我先试给大家看。正常来说，像这个它的解析度现在是1280×800，然后要把它调低嘛。那我们先看调多低。好，你可以调到1024×576。假设我们调这样子好了。好，套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 FSR 它就开了？但是有的游戏呢，你这样子它是没办法调解析度的，它不让你直接在画面里面调。我之前有遇过说，你进去解析度那边它是没办法切换，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接下来大家可以看着这么做。那进来之后呢，来这里有个设定，然后选择内容，
在内容这里啊，它就有游戏的原生解析度，哦，你就把它往下调，哦，你可以把它调到1024×640，这个解析度刚好是16:9，它的做 FSR 是最正常的。然后选完之后呢，下面这个内部外部的显示器也要打勾，设定完之后，我们就回到游戏里面去，这样子就几乎所有的游戏都会支援 FSR。我实测是很有效啊。之前我本来要存一个进度要做测试，结果换了记忆卡之后重装游戏，它进度不见了，不然那个蛮明显的。譬如说整个场景在旋转的时候，它是会 lag 的话，用这个方式去开 FSR， 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帧数也会提上来。最后呢，这是介绍一下 Steam Deck 的周边。那之前啊，阿达有说过说，如果说你要把 Steam Deck 当做一个桌机，或者说你要接大萤幕玩电动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 Hub， 然后接键盘滑鼠，这样子玩也可以。但是有的人觉得说这样子好像没有美感，他想要 Steam Deck 原厂的底座，那当然没有问题啊。不过现在目前还没有开卖，起码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没有开卖的，而且它价格说实在话不便宜。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淘宝或者是虾皮自己去买这种副厂的，我这个才买600多块而已吧。像市面上大部分掌机这种都支援，原则上功能也都一样，像这个都一样都有 HDMI 啊、Type C 啊，还有3个 Type A 的那个连接埠，大概就差没有RJ45这些接头那使用也一样很简单，你这样子把它放上去，上面插线插上去，然后再接键盘滑鼠就能使用了。这样子呢，就可以把 Steam Deck 当做一个完整的电脑来使用。不管是要看网页啊，还是要搞 Google Document 啊，都会很正常，显示都会蛮正常的。而且如果你用延伸的话，它还可以双萤幕去做切换跟拉动，可以下面让你查资料用。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你怎么用啊。当然啦，这样子的功能，你买一般的 Hub， 这种 Hub 也是可以用，但是说有这个底座，相对起来就比较有作用感，而且只要这样子放着插着马上就能用，使用起来就更加的简单。好，看完以上呢阿达的几个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对 Steam Deck 它可以做哪些事情有一定的概念。当然啦，如果你要认真玩，它还有很多种玩法，譬如说你可以去装 EMU Deck， 就是在 Steam OS 下跑的模拟器。不过这部分呢就不在阿达的讨论范围。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留言。如果够多的话，我再考虑看要不要拍。那原则上我是觉得Steam Deck 它是一台非常好玩，然后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机器。当然啦，就是说市面上也有其他的掌机也都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效能也是 Steam Deck 的好很多或几倍。但是呢，就性价比跟玩法来说那个 Steam Deck 目前还是无敌的。如果说你是预算有限的话，或者说你就觉得我只是简单玩的话 ，Steam Deck 我是认真觉得大家可以考虑。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好好玩的话，或者是说你要玩得更过瘾的话，像之前阿达介绍过的 Aya Neo， 或接下来要出6800U 的掌机，阿达都已经买好了，那些其实又比 Steam Deck 更好玩，只是说可能就是 Steam Deck 3倍价，那就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种影片的，记得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